儿子碗里的食物一动不动，夫妻俩的却吃了大半。爸爸猛然想起什么，今晚的汤味道异常鲜美，香的和家里的老鼠药一样。Here. Tell me, what did you do? You hurt my sister. 爸爸妈妈从没告诉过彼得他有姐姐，因为那个孩子被他们关进了墙壁。爸爸赶紧让妈妈报警，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女人怎么都不敢相信，从小养到大的儿子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情。于是她心一狠，摸起一把刀就朝彼得冲去。然而母亲好不容易将彼得抓住，他也突然呕吐起来，因为他刚才也喝了不少粥。这一幕瞬间吓得彼得不轻，看着母亲仍不肯放过他，无奈之下，彼得只好将母亲推下了楼梯。却不曾想落地时，母亲手里的刀恰好插中了自己的胸口。看着母亲彻底没有了动静之后，彼得缓缓地走上前去。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彼得之所以这样做，仅仅只是为了拿走母亲身上的仓库钥匙。然而下一秒，但此时的彼得哪里听得进去？原来彼得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一个洞，他发现在这个洞里关着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亲生姐姐。姐姐说，父母其实根本不是正常人类。Now you know your time is coming. 然而就在他用钥匙打开仓库大门后，里面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吓得彼得赶紧返回了房间，可没想到下一秒，一条锋利的爪子就从仓库里伸了出来。在听到姐姐在拉他的房门后，彼得拼命拉住门把手，不让姐姐进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几个经常欺负彼得的校霸却突然找上了门。原来今天是万圣节，他们戴着面具想好好吓唬一下彼得，可没想到他们刚来到门口，家里的大门却突然打开了。四人见状并没有胆怯，毫不客气的就冲进了屋呼喊彼得。看着彼得迟迟不肯回应他们，校霸们对着家具就开始乱砸。然而就在他们仔细的寻找彼得时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这瞬间就吓得众人不轻，他们想要逃跑，可现在已经晚了，因为彼得的怪物姐姐已经盯上了他们。随后，为首的男孩就发现天花板上有个人影在爬，没一会的功夫，四人就纷纷丢掉了自己的小命。直到这时，彼得才意识到，他的这个姐姐根本不是正常人类，而是一个喜爱杀戮的恐怖怪物。紧接着，姐姐就缓缓爬到了彼得的身边，和他谈起了心。They were so happy when I was born. They screamed. So Daddy made me a pit. Then he made me a cage. While you were whining in this warm bed, I was suffering among cobwebs and rats, learning how to climb, how to bite, learning how to make you do what I want. 最后，姐姐直接愤怒的就把彼得锁进了仓库里，让他也体验一下那种阴暗无光的生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房门声却突然响起。原来彼得的老师白天接到过彼得的求助，意识到不对劲的他这才半夜来到了他家。就当他走进屋看到地上满是狼藉后，他立马就想要拿出电话报警。不料下一秒，彼得的怪物姐姐就盯上了他。这瞬间就吓得女人急忙逃命。然而等她回头看时，才发现那是一只可怕的人形怪物，吓得她还想要打开房门逃跑，结果却发现房门已经被牢牢锁住。这时女人突然听到了彼得的声音。虽然彼得呼喊着让他快跑，但黑姐怎么会狠心丢下自己的学生呢？随后他立即跟随声音来到了2楼，在看到彼得从一个小洞里伸出了手后，黑姐赶紧关起了大门，然后搬来桌子把怪物挡在了外面。黑姐询问彼得外面的那是什么，然而彼得却说那是他的姐姐。就在老师疑惑不解之时，外面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，但墙壁里却传来了动静。意识到怪物这是从其他入口跑进了墙壁，吓得黑姐迅速对着墙壁开砸，最后趁着怪物还没赶来时，将彼得给顺利的救了出来。然而还不等他们逃出升天，彼得就又被姐姐的大手给抓了回去。
等到彼得再次醒来时，他就出现在了一个2平米、深10米的地窖中。殊不知，这里就是曾经父母关押怪物姐姐的地方。由于姐姐常年被关在这里，她早已习惯了在墙壁上爬行，直接就从上面徒手爬了下来。这时的彼得害怕极了，好在危机关头，黑姐的声音突然传来。然而黑姐刚刚进入地下室，就突然被怪物抓伤了腿。没有办法，黑姐只好退回墙边，眼看着怪物就将对黑姐下死手，怪物却突然被一股力量给拽住了。原来彼得这是在地窖里抓住了姐姐的头发。让黑姐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彼得最后在拽住怪物的同时，还从地窖里爬了出来。见此情形，黑姐迅速对着怪物的肚子乱砸，最终直接把怪物疼得掉回了地窖。可他刚掉下去就又爬了上来，下一秒彼得就利用铁链把铁栅栏关上，这才将怪物姐姐给彻底困住。怪物见没有了办法，只好开始卖惨起来。但此时彼得还哪里敢放他出来？至此，一场怪物危机才终于结束。